在现在这个 AI 那么先进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不花1分钱就能做出一个 website 呢？今天这个 video 就会手把手教你如何用 Stitch 去设计自己的 website， 再交给 AI 去写代码，然后再部署到 Vercel 上面，完全不用花1分钱。首先，我们先找到 Stitch 这个网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它可以给我们选择你要做 apps 还是 website，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website， 然后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个加的符号，如果你是有website 要给它参考，或者是你有一些照片啊或者 file 啊可以给它参考，都可以放进去。之后你就跟它形容你想要的 website， 例如我要抵在一个 website for 马来西亚的一个餐馆，然后它的背景我是需要比较浅色的，然后它需要的页数有 homepage、about、menu 还有 contact， 然后我们就可以交给 AI 去帮我们设计。现在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等待，让 AI 帮我们生成那个设计出来就可以了。OK， 我们可以看到它帮我们设计了，然后我们要的4个 page 它都有帮我们设计出来，而且讲实话真的是不错它的设计。之后我们就可以检查看有什么错误。OK，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navigation bar 上面那一个 button 其实是不一致的，有一些是圆角的，有一些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把这个 navigation bar 把它弄成一致，都是要有椭圆形的。OK， 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下面的那个 footer 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致的啦，不统一的。OK， 我们选到这4个 page 我们要修改了，然后我们再教它去帮我们修改我们的 footer 是要统一的，然后全部design是要一样的，要保持一致性的。之后我们就交给它去改。OK， 改完了过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还有小小的不一样，就是它 copyright 那一边，一些是在左手边，一些是在下面。之后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画框旁边这一边这个小工具，把它圈起来，告诉 AI， 我们这个 copyright 的 text 是要跟这个一样的，should be 是在我们的中间下面这一边的。之后我们交给 AI 去处理。OK，AI 现在处理完毕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调整一下，拉一拉下面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它都把我们调到去一样的位置啊。如果你有不满意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按一按我们那一个 screen， 然后我们去按 modify，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个文字啊，你都可以去修改的。例如，我不喜欢这个东西18令吉这个 satire， 我要换成20令吉，所以我也可以直接按 edit text 去改它20令吉。OK， 如果今天我要修改的部分不是小个吧，而是我要修改一整个区域，然后怎样呢？我们可以按 modify 这一边，然后我们选择 annotation， 然后把要改的地方给它框起来，之后再告诉 AI 我们要怎样修改。例如我要 remove 掉这一个 order now button， 我就可以直接告诉 AI 我要 remove 掉它，之后 AI 就会帮我去 remove 掉。之后如果我要改照片，我也是可以直接点，然后我就可以 edit， 我可以 upload 自己的照片，或者我可以去 Google 上面找我要的照片，然后 copy 那个 image 的 link， 然后我再 paste 进去。OK， 例如我要这一张拉西勒曼的照片，我就把它 copy 起来，然后我 paste 进去，它就会变成我选的照片了。OK， 大致上我们要改的东西我们都改完过后，我们可以按 generate 这一边，然后这样我们generate 一个 prototype， 就是一个 demo 给我们去看，我们到时候看的效果会怎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修改的东西都已经改了，这个 satay 已经变去20块，拉西勒曼也是我们最新的照片，大致上没有问题。如果你在看这 prototype 的同时，你发现了有 error， 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去修改。之后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把我们要 export 的 screen 全部选起来，然后我们按 export， 它有几个不同的，你可以弄成 figma、zip file 啊，什么都可以。可是今天我们要用的是选择这一个 AI Studio， 所以我们按了 AI Studio， 我们按 Build with AI Studio， 它就会帮你跳到去这一个 page， 之后你只需要按 Enter 就好，它已经帮你打好全部你要打的东西了。之后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等待 AI 去帮我们生成我们的 website。
OK，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website 已经生成出来了，我们可以放大，基本上它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每个 page 它都有帮我们弄出来，没有什么大问题。menu 这边我们改的东西它都有在，然后还帮我们做了一个 filter， 让我们可以去 filter 我们的食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帮我们加了这个 booking table 的一个 form。除了这样，我们还可以选不同的 devices 来去看它的效果。你看，我现在可以选择用电话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有做这个 mobile friendly 的 design，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 page 也是做到很好。我们还可以去 rotate 它，看一下如果它在手机上面打横的效果会是怎样。OK， 现在我们换去用 tablet 的 device 来看，它的 tablet layout 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OK， 当我们检查完没有太大问题后，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去 deploy 我们的这个 website 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边选到我们的 code， 然后我们按 export 出来，然后我们把它下载成一个 zip file。OK， 现在我们导入完这个 zip file， 我们就去到 Vercel 这一边。所以我们在 Vercel 这边选我们刚刚的那一个 file， 之后你就可以修改你的 project 的名字，然后你就按 deploy， 然后你只需要等大概1到2分钟，它就把我们 deploy 完我们的网站了。OK， 现在我们的 website deploy 完了，我们可以点进去看，我们检查每一页有没有问题。OK， 我们现在 check 这一边home page， 然后没有太大的问题 ，About Page 跟 Menu Page 都很好，然后这个 Book Table 的 function 也有在，这样子我们就做完了，是不是非常简单？我们就可以把一个简单的 website 给做出来啊。今天你不需要很会去 design， 不用会写任何一行代码，你只需要交给 AI 帮你去设计，然后你把它调成你想要的样子，之后再交回给 AI 去帮你写这个代码就可以啊，就没有问题啊，非常简单。就算新手小白，你都可以在1天之内可以做完这个。OK， 今天这个 video 就到这一边。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可以留言给我知道。拜拜大家。